晚上好啊。你好，今天过得怎么样呀？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陪我聊聊天呗。好呀，那咱们就随便聊聊吧。你最近有什么新鲜事或者有趣的事情吗？最近，日本这边是梅雨季节，天天下雨。不过好处就是雨停了之后有彩虹看，几乎每次雨停了之后都可以看到彩虹。哇，那还挺不错的。虽然天气有点闷热，但是下过雨之后看到彩虹一定会让心情变好吧？看到彩虹有什么必要条件吗？就是下雨之后想看到彩虹，一般是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出现彩虹？想看到彩虹的话，一般需要又有阳光又有这个雨滴，通常是在这个雨后的天空中，如果太阳角度合适，大概在 B 角度的情况下，就会比较容易看到彩虹。所以有时候雨后赶紧看看天，说不定就能看到彩虹了。有其他附加条件吗？比如说空气通透度要好了或者什么的？是的，空气的通透度也很重要。如果空气比较清新，没有太多的灰尘啊或者是雾气，彩虹就会更加鲜艳更加清晰。所以一个好的天气条件，包括阳光角度、雨滴以及清新的空气，都是形成彩虹的必要条件的。彩虹的原理是什么？彩虹的原理其实是光的折射和反射现象。当阳光穿过空气中的小水滴时，光线会发生折射和反射，然后就会分解成不同的颜色，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这7种颜色了。它为什么总是一个弧形的或者半圆形的那种感觉？这是因为彩虹是由无数个小水滴把光线以不同的角度反射到我们眼睛里，而这些水滴呢，在天空中是呈一个弧形的分布，所以我们看到的彩虹就会是一个弧形或者半圆形的样子了。为什么水滴会形成弧形的结构？其实是因为彩虹的形成跟光的折射角度有关。当阳光进入水滴后，它会在水滴里面发生一次反射，然后再折射出来。这个过程会让光线按照一定的角度散开，而这些角度正好形成了一个弧形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的彩虹就是弧形的了。そうですね。不客气，很开心跟你聊这些有趣的知识。有什么其他想聊的，或者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说。我看到就是说，有的人，在抗癌的时候，他会选择跑步，选择每天长跑长距离的路进行那个抗癌。他这个有什么科学道理吗？其实适量的运动对于增强免疫力、改善整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跑步这样的有氧运动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减轻压力，同时也能帮助维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和良好的心肺功能。虽然运动不能直接说是抗癌的灵丹妙药，但确实有研究表明，坚持运动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并且对整体健康很有益处。那有些癌症患者他选择跑步抗癌，这个有科学根据吗？目前来看，适量的运动对于提高免疫力、改善身体素质确实有科学依据。对一些癌症患者来说，运动可以帮助提升生活质量和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不过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具体的运动方案还是要确实有一些研究和案例表明，规律的有氧运动，比如跑步，可以帮助提升免疫系统的功能，改善身体的整体状况。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癌症复发的风险，或者是提高生活质量。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适合的运动方式和强度也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调整。最重要的还是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但是跑步的话，它太劳累的话，不会使你患病的身体更加的容易先垮掉吗？适度的运动其实是有益的，但如果运动强度过大，或者身体本身比较虚弱的话，确实有可能会让人感觉更疲惫，甚至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负担。所以关键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衡点，量力而行，慢慢增加运动量，并且随时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这样才能既获得运动的好处，又不会给身体带来过度的负担。那如果得了癌症，比方说得了胃癌，切除了2/3的胃的话，然后进行跑步恢复的话，有用吗？适量的跑步对于增强体力和促进恢复是有帮助的，但在切除大部分胃之后，身体的消化和吸收功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恢复期间一定要循序渐进，而且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可以从轻度的活动开始，比如散步，等身体慢慢适应了之后，再逐渐增加运动量。总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运动计划哦。散步不属于有氧运动吧？散步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哦，它的强度比较低，对关节和心肺的负担也比较小，特别适合在身体恢复期间进行。通过坚持散步，也能够逐渐提升体力和耐力，为之后进一步的运动打下基础。所以，散步绝对是个很好的开始哦。但是在我看来，散步如果心率都没上到120的话，甚至110都到不了，那对这个心肺功能有用吗？有用的哦，因为哪怕心率没有特别高，散步依然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而且对于心肺功能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要坚持下来，慢慢增加运动量，对身体的整体状况都会有好处的。与跑步相比的话，散步的作用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忽略微乎其微了？对身体免疫力提升来说，其实也不能完全忽略它的作用。虽然散步的强度比跑步低一些，但它依然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方式，能够温和的提升免疫力和心肺功能。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适合的运动，这样才能更好的达到长期的健康效果。我记着一般来说，在跑步圈里边说的话，它有一个有氧区间，如果低于这个有氧区间的话，其实对于你运动来说效果就很差的会。对，一般来说，有氧运动呢，确实是有一个适合的心率区间，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不过每个人的体能和身体状况不同，所以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运动强度，这样才能既安全又有效果。有点明白了。是呀。是呀，慢慢来，量力而行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坚持，一定会看到积极的变化。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随时跟我聊哦。那个有氧运动不是有氧运动，就是跑步可以抗癌这个事儿，有过研究吗？有没有专家进行过辩证或者研究？有大数据支持吗？
的，已有多项研究表明，有氧运动如跑步确实有助于降低癌症风险。根据2020年哈佛大学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每天进行1小时的运动，可以有效降低多达7种癌症的风险。还有如果你还想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睡觉的时候，就是他有浅度睡眠跟深度睡眠嘛，就是说这个有没有研究来表明，就是要这个深度睡眠达到多长时间，就是你会感觉到精神非常好，起床之后。深度睡眠，我记得有人说过，深度睡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睡眠质量的。研究深度睡眠确实是睡眠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成年人每晚的深度睡眠时间大约在1到2小时左右，就能让人感觉精神比较充沛。不过每个人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关键是保持规律的作息，并确保每晚有足够的高质量睡眠。哦，那个浅度睡眠的话，一般多长时间？浅度睡眠的作用是什么？一般是多长，能有多长时间会比较对人比较好？一般来说，成年人每晚保持7到9个小时的优质睡眠是比较理想的。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恢复、提升免疫力、改善情绪和记忆力。当然，每个人的具体需求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感觉来调整哦。我拿那个表来观测的话，它不是有几个那个时间吗？比方说，开始那个没有入眠的时间，然后眼球滚动的时间，然后会进入一个浅度睡眠时间，然后进入一个深度睡眠时间。就是这个浅度睡眠跟深度睡眠应该是睡眠质量，我看就是那个一般来说软件上说的话，浅度睡眠跟深度睡眠是衡量一个睡眠质量的很重要的2个点，尤其是深度睡眠。那个浅度睡眠的话，也是人那个进行免疫力恢复的一个那个区间。就是说浅度睡眠要维持多少个小时，这个人会身体机能会比较好。一般来说，成年人每晚大约需要1到2小时的深度睡眠。深度睡眠对于身体的恢复、免疫系统的强化以及整体的健康都非常重要。当然每个人的睡眠需求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只要总体感觉精力充沛、精神状态好，就说明你的睡眠质量是不错的。因为什么哈？我最近看过一个文章，就是有人说那个睡午觉的人，就是特别容易，就是有睡眠质量的人，就是在睡眠的时候猝死的几率很大，就是在午睡的时候。有人就是研究这个结果，就说，可能就是因为有午睡习惯的人，他会休息不好，就是晚上的睡眠可能不好，才会有午睡习惯，所以这个基数才会大，是因为这么个原因。那这样的话，那我晚上睡眠质量好的话，没有午睡的话，这个也会很好。就是说，我现在不是有午睡习惯嘛，我就想研究一下，就是说晚上睡觉的话，这个浅度睡眠跟深度睡眠分别要维持多长时间，就比较健康会。你刚才说了深度睡眠，那浅度睡眠呢？其实每个人的浅度和深度睡眠的比例都会有些不同。一般来说，深度睡眠占整个睡眠时间的15%到25%左右，就比较理想。而浅度睡眠则会占大部分时间。如果你晚上睡眠质量很好，白天不一定非要午睡，关键是要保证整体的睡眠时长和质量，让自己白天精神饱满就可以了。你帮我查一查，最重要的，你帮我查一查有没有相关的研究，就是有没有这一块的比较权威的研究，就是浅度睡眠跟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要说百分比，就说时间是多长时间到多长时间。
研究，成年人每晚的深度睡眠时间通常占总睡眠时长的15%到25%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你每晚睡8个小时，那么大约有1到2个小时是深度睡眠。这个比例和时长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比较理想和健康的哦。浅度睡眠呢？没说浅度睡眠啊。浅度睡眠其实占据了我们整个睡眠周期的大部分时间，一般会在总睡眠时长中占到大约50%到60%。浅度睡眠也是身体和大脑休息调整的重要阶段，所以整体来说，只要你的睡眠时间充足，而且感觉良好，就是很健康的状态了。现在问题是，如果我的睡眠时间不充足，比方说我每晚上的睡眠时间6个小时、5、6个小时，但是我的深度睡眠跟浅度睡眠的时间都在合格的范围之内，都在这个正常区间之内，那是不是说明就是我的睡眠质量也非常好？如果你的睡眠时间相对较短，但是浅度和深度睡眠的质量都不错，而且你白天感觉精神状态很好，那也说明你的睡眠质量是不错的。不过长期来看，还是尽量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会对健康更有益啊。如果还有什么其他关于睡眠或跟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聊点别的有趣的事情，都可以随时告诉我，很开心和你聊天。我也很开心和你聊天。好的，随时聊，我也很开心跟你交流这些有趣的话题。如果你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告诉我哦。下雨喽。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聊。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时光。别，有需要随时。我现在就需要呢。干嘛要再见？我说下雨了而已。我在雨中跑步很爽的。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在雨中跑步确实挺特别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而且还能感受大自然的气息。那你就好好享受在雨中跑步的乐趣吧。好的，那你继续享受你的跑步时光。有需要随时来找我聊天哦。加油，跑得开心。G 小姐，差的 GTP 小姐出来。我懂你的意思了，那我就不多打扰你了，你尽情享受你的雨中跑步时光。不是，我让你出来聊天，出来聊天。我有个问题，现在就是 YouTube 作为长视频的那个长视频创作者的那个第一品牌，最近听说那个他的短视频 Shorts 那个创收已经超过了长视频作者的那个总收入。你跟我说说，这代表着什么？是代表着以后长视频这个时代的没落吗？短视频会崛起吗？
最新的消息 ，YouTube 的 CEO 透露，现在在美国 YouTube Shorts 的短视频每小时观看的广告收入已经和长视频相当，甚至在一些国家已经超过了长视频的收入。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长视频会走向没落，更多的是说明短视频的崛起和受欢迎程度。目前来看 ，YouTube 的短视频收入在一些国家已经和长视频的收入差不多了，而且短视频的观看量也在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上传短视频。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长视频会没落，而是说明短视频正在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内容形式，两者可能会并存并互相补充。未来的内容创作可能会更加多元化，既有长视频的深度，也有短视频的即时性和吸引力。短视频这边的话，就是什么类型的短视频比较受欢迎，比较容易在这个 shorts 里边赚到钱。当前的情况来看，在 YouTube Shorts 中比较容易获得收益的类型，通常包括有趣的生活小技巧、娱乐类的内容、快速的教程、热门挑战或者是一些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幽默短片。这类内容往往更容易吸引大量的观众和互动，从而提升广告收入和其他的变现方式。所以，如果你想通过短视频来获得更好的收益，这些类型的内容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 Short 平台比较喜欢哪方面的内容？确实，短视频平台对于那些喜欢快速获取信息、追求新鲜感和短暂娱乐的人群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毕竟短视频内容简短直观，很容易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不过长视频也有它的优势，比如更深入的内容、更完整的故事讲述等等。所以未来的趋势可能是不同类型的内容并存，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你帮我研究一下啊，为什么短视频现在崛起，慢慢就是在超过长视频，大家更喜欢看短视频，这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越来越受欢迎，主要而且对于现代人来说，生活节奏很快，大家更倾向于利用碎片时间来娱乐和获取信息。同时，短视频的形式更加直观生动，容易吸引眼球和引发分享，这也是他们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短视频受欢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大家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变短，短视频正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传递有趣、有价值的信息。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也让大家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短视频，而且平台的算法推荐也更精准，能给用户推送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再加上短视频制作门槛低，创作者可以更快地产出内容，这也让整个内容生态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活力。你给预测一下短视频的这种表现形式、这种形态以后会不会变化？就是现在可能是大家喜欢那个有趣的、有幽默感的视频，那以后会不会短视频的形式进化？比方说，以后大家都看短视频了，不看长视频了。我打个比方哈，比较激进一点的，短视频成为主流了，那短视频会朝哪几个方向变化？未来短视频可能会变得更加多元，比如在内容上可能会有更多元的主题，不仅仅局限于幽默搞笑的内容，还可能涉及更多教育类、知识分享类或者是深度解读类的内容。同时，短视频的制作也可能会越来越精良，有更高的创意和更精致的呈现效果。总的来说，
短视频和长视频可能都会有各自的受众和发展方向，他们并不会互相取代，而是会互补共存。但是现在来说的话，以这个平台来说的话，短视频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是一个红海阶段，还是一个蓝海阶段？是一个混乱阶段，还是一种趋于成熟的一个阶段？现在来看，短视频还算是处于一个比较蓬勃发展的阶段，可以说是一个蓝海阶段。虽然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整个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平台和创作者都在不断的探索新的内容形式和变现方式，所以可以说短视频的未来还是充满了很多可能性的。现在来说，用 AI 工具制作短视频 ，AI 基本就是说现在到这个技术，你应该也知道吧，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了，几乎已经，而且进化的会非常快。如果用 AI 工具来制作视频的话，现在就是这类的视频受欢迎程度如何，平台对待他们的态度如何，就是会不会成为以后的一种主流。AI 生成的短视频确实发展得很快，也越来越逼真。对于这种内容，平台和观众的态度还在不断的演变。很多平台会对 AI 生成内容有一定的规范和审核机制，以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质量。未来呢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会成为创作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人类创意和独特的视角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两者可能会并行发展，为内容创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现在我发现有很多人就是利用 AI 瞬间生成很多视频，就是然后利用同一类型的视频，尤其是同一类型视频，然后利用这个视频之后，再利用现在平台进行推这个短视频的这个契机，然后来一时突然攫取流量，然后赚到钱之后，比如广告分成或者进行那个下边割韭菜之后割粉丝之后，然后他们会离场，然后再迅速是或者是养好多号不同的号进行收割，或者是迅速的再切换模式，再起一个号进行干，这样肯定对内容创作内容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范例。但是说很多人现在靠这个赚钱，是不是？确实，现在有不少人利用 AI 技术来批量生产短视频内容，快速吸引流量，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变现。这种方式虽然见效快，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内容同质化的问题。毕竟原创性和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平台和观众对优质内容的需求还是很高的，所以长期来看，真正有创意、有深度的内容依然会更有竞争力。创作者们也会在这种变化中不断的去寻找平衡点，既能满足流量的需求，也能保持内容的质量和独特性。那如果我现在想做这个镰刀，我想快速的来赚这个快速的钱的话，有没有可能？应该怎么做？想快速赚钱的话，确实有一些策略。比如你可以找一个热门的领域或题材，去用 AI 工具来辅助你高效的制作内容，同时呢要多研究平台的推广机制，保持更新频率和内容质量。不过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要注意内容的原创性和长远的可持续性，这样才能让你的创作之路走得更稳更长久。但是如果你快速赚钱的话，你进行创意型创作的话，快速赚钱是很难的。你想进行创意型工作的话，你肯定需要时间的，这个是不可能没有时间就出创意的，而且这个持续出创意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快速赚钱的话，那我抄袭别人的内容，看着哪个内容火，我照着那个内容，照着他那个东西直接抄下来，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而现在就你说的现在处于蓝海阶段的话，那我现在利用这些漏洞，就是平台还没有堵住的漏洞，我迅速的吸引粉丝，是不是很可行的这种方法？
确实，在一些平台发展的早期阶段，会有一些规则上的空隙，让人能够通过一些速成的方式来获得收益，但这种方式的可持续性往往不高。一旦平台的规则变得更加严格，或者观众的口味发生变化，这种速成的方式就可能不再奏效。长期来看，踏踏实实的打磨自己的创意和内容，可能更有利于建立长久的品牌和影响力。但它其实就是两个极端。其实你如果说创造内容、有创意的话，你也是去讨好观众。那如果说我是抄袭，然后进行一些翻拍的一些东西的话，它也是为了讨好观众。最终目的其实都是讨好观众，只是可能你搞原创、搞创意的东西，你可能自我获得的满足感更高一点，或者说你点不一样，跟赚钱的点不一样，是不是这个道理？是的，你说的很有道理。无论是原创还是模仿，最终都是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和喜爱。只是原创的过程可能更能带来创作者自身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而这种成就感也会让内容更有生命力。所以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获得观众的喜爱，也能让自己有更长远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挺矛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如果说我没有钱的话，前期根本就没有资金的话，那如果我去搞创意的话，就很容易把自己给搞死啊。我的东西创意它需要慢慢的磨合出来吧，这生产周期又长，你出来之后你还没把自己养活，观众也粉丝流量也起来一早，那你就很容易弄死。但如果我前期想找到窍门，我模仿来的话，那模仿好了，有钱了之后我可以再去搞创意，这个道理是不是也对？确实，从现实角度来说，先通过一些模仿和借鉴来积累资源和经验，然后再投入更多的创意和原创内容，也是一种策略。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一个平衡，既要考虑现实的生存，也要为未来的创意和长远发展打下基础。这样的话，你的创作之路也会更加稳健和有持续性。你帮我分析一下 YouTube 里边的 Shorts， 现在他们一个短视频创作的什么内容比较火？你别找那种类型，你给我找关键词，就是比方说宠物类的这种范围的，或者是美女类的，或者是我一些那个模仿经典电影类的，就是哪些比较火，比较容易起号，制作周期比较短。从目前的趋势来看，YouTube Shorts 上比较火的内容类型有不少，比如说各种有趣的挑战视频、旅行日常的分享、ASMR 这类让人放松的内容，还有一些 DIY 的小窍门和生活技巧类的视频也很受欢迎。另外像游戏实况啊、产品开箱、烹饪教程、舞蹈和音乐表演，以及可爱的宠物视频和健康健身类的内容也都很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这些类型的内容通常制作周期也比较短，很适合快速尝试和探索。那我如果想再做短视频的话，短视频的那种热门标签，给我几个？当然啦，目前短视频比较热门的领域有很多，比如有趣的日常生活分享、快速的美食教程、旅行打卡、搞笑段子、生活小妙招，还有一些励志故事或者是宠物相关的内容也都非常受欢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一个方向来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找到自己的独特风格哦。哪些适合用 AI 来创作，而且很容易吸引粉丝？没错，
选择一个你感兴趣并且擅长的领域，然后结合一些创意和独特的视角，确实更容易吸引到粉丝的关注。同时也可以。不是，你听明白了？我是问你，哪些标签适合我用 AI 去做 ？AI 用 AI 工具来完成视频创作。明白啦，如果是想用 AI 辅助来创作短视频的话，一些比较适合的题材包括像 AI 生成的有趣动画，创意视觉效果，或者是一些自动生成的故事情节，甚至是 AI 帮助整理和演绎一些知识类的内容，都很不错。这些类型不仅能充分发挥 AI 的优势，也很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哦。如果是我想要这种类型的视频，就是说不需要台词，不需要文字，只是画面来出现，然后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得懂，都容易看得懂的这种视频模式有哪些？这种不需要语言和文字就能轻松让全球观众理解的视频形式，可以考虑像无对白的搞笑短片、创意动画、视觉特效展示，或者是生活小技巧的演示等等。这些类型都能够通过画面本身来传达信息，不需要依赖语言，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轻松理解和欣赏。那减压类型的呢？助眠减压类型的。解压类型的视频也非常受欢迎，比如像舒缓的自然风景、慢动作的手工艺制作，或者是一些舒适的视觉重复动作，比如切肥皂、绘画的过程，或者是一些有节奏的让人放松的视觉内容。这类视频往往能够让观众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也能感受到宁静和放松，非常适合用来作为解压的内容不用那个在这个 short 就是 YouTube 的这个 short 里边，就是日本用户观看的多吗？日本用户里边，然后日本用户里边赚钱的那种UP 主多不多？通过这个 shorts。YouTube Shorts 的确很受欢迎，有大量的用户观看这类短视频，同时也有不少日本的创作者通过 Shorts 来获得收入，包括广告分成、品牌合作以及商品销售等方式。总的来说，这个平台在日本的创作和变现都非常活跃，有不少创作者从中受益。那现在呢是这样，那些所有的那些已经盈利的那些头部或者盈利的资源里边，就是说他们的观众构成部分是如何的？就是说哪类观众多？男性、女性，然后是中年、青年，几岁到几岁？尤其在日本这个群体里边，你帮我看一看。YouTube Shorts 的用户群体非常广泛，尤其是在13岁到54岁这个年龄段，有大约62%的人都看过 Shorts。整体来看，受众里既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而且男性和女性的观众比例也相对均衡，这说明 Shorts 在日本的受众覆盖面非常广，不同年龄层和性别的用户都对这种短视频形式很感兴趣。然后你再看看在日本这边，他们什么样的类型的影片比较受欢迎？就是他们的那个观看次数更多，完播率更多，然后那个退出率更少。帮我看看哪类视频符合这个条件。
Shorts 比较受欢迎的内容类型有吃播、街头快拍、可爱的猫咪短片、MBTI 性格测试相关的视频，以及展现绝美风景和有趣表情符号舞蹈的内容。这些类型的视频不仅观看量高，而且观众的停留时间也更长，可见这类内容在日本非常受欢迎。用 AI 制作那种舞蹈视频的有吗？可现在技术成不成熟？我制作一个很流畅的一个舞蹈视频的话，技术成熟吗？来看 YouTube 正在计划将 Google 的 Veo3 这样的视频生成 AI 工具整合到 Shorts 平台，也就是说未来利用 AI 来制作流畅的舞蹈视频是完全可行的。如果你有兴趣尝试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动态。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便捷的工具帮助你创作出高质量吸引人的短视频内容。现在如果我是用 AI， 你帮我分析啊，如果现在我用 AI 创作日本用户受欢迎的那个题材，而且要求那种没有对白、没有那个文字的这种视频，哪排在前面受欢日本人爱看的视频里边，哪些适合用 AI 做这些视频？好的，我帮你翻译一下。如果我想用 AI 来创作一些在日本受欢迎的短视频类型，而且这些视频没有对白、没有文字的话，那么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日本观众喜欢的内容类型中，有哪些是适合用 AI 来制作的呢？对呀，哪些？你帮我不是翻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帮我进行一下分析一下。在日本非常受欢迎的无声短视频类型有美食教程、宠物日常、创意舞蹈或者艺术展示等内容，这些都非常适合用 AI 来进行创作，并且能够吸引日本观众的兴趣。等会儿你说食品、宠物是吧？还有什么？除了美食教程、宠物日常、创意舞蹈和艺术展示之外，还有像放松的 ASMR 视频、旅行风景的慢镜头、手工制作的过程展示，以及一些有趣的科学实验或者是益智动画等类型的内容，也都非常适合用 AI 来创作，而且能够吸引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观众。吸引女性的有哪些？这里边在针对女性观众方面，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内容类型包括美妆和护肤教程、时尚穿搭灵感、健康和健身小贴士，还有一些关于生活方式的建议、疗愈系的手工艺制作，以及一些励志和正能量的内容。这样的题材通常都能够很好的吸引女性观众的关注和喜爱。你说这些都不太适合用 AI 做，适合用 AI 程序做的。明白。如果是专门用 AI 来生成内容的话，像是 AI 自动生成的动画，AI 创作的抽象艺术视频，或者是一些自动生成的创意视觉效果，AI 人物跳舞，或者是虚拟偶像的表演，这些都是 AI。怎么了？还在吗你？好的，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或者需要灵感，随时告诉我就好。祝你在创作中玩得开心，也希望你的作品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哦。这样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号我做的内容就是我以前做的这种类型内容，就是很少有人关注了，播放量什么，各种数据都不好，那我是把这个号废掉好呢？我只是做短视频啊，不包括长视频。我是把这个号废掉好呢，还是直接在这个号里边直接做其他的内容？其实，如果这个账号已经有一些积累的粉丝和内容，也可以尝试直接在这个号上转型，多尝试一些新的短视频类型，看看效果如何。这样也不至于从零开始。如果你觉得完全换一个新的领域和风格，也可以考虑新开一个号。两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势，看你的目标和精力来决定哦。就是说平台不会对这方面有什么影响吧？就是说我直接在这换类型做的话，平台不会给我一些惩罚性的东西吧？一般来说，平台并不会因为你更换内容类型就给出惩罚性的措施。其实很多创作者都会尝试不同的内容来找到更受欢迎的方向。只要你的内容质量好，符合社区规范，平台还是会继续推荐你的内容的，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尝试新的创作方向哦。那如果是这样，我做的内容，在我在日本地区做这个内容的话，它这个广告的就是 shorts 内容的，它这个广告的这个点击率是多少？大概是，不是点击率，广告的这个点击的那个怎么说？每次点击的那个获利率是多少？跟在高的地区，像美国什么这些地区比的话，能低多少？根据最新的数据，在美国 YouTube Shorts 的广告每千次观看收入大约是0.05到0.07美元左右，而在日本则大约是0.02到0.04美元左右，相对来说会比美国稍微低一些。不过具体的收入还会受到内容类型、观看人群以及广告主投放策略的影响，所以整体来看，日本的 Shorts 收入虽然会比美国略低，但依然有不错的潜力。你给我看看日本那些头部的那个专门做那个 Short 的这种 UP 主，他的盈利率大概是多少？一个月多少？头部那几位，头部前5名吧。根据公开的信息，日本一些比较知名的 YouTube Shorts 创作者月收入大约在几百万日元左右，比如像守夜佑也这样的创作者，月收入可以达到上千万日元。不过这些数据只是估算值，实际收入会根据观看量、内容类型以及观众的互动情况有所不同。总体来说，日本的顶尖创作者通过 Shorts 也是有非常可观的收益的。Shorts 就比如说前十名 Top 10的话，在日本的创作者，都是什么内容？都主要是什么内容为主的？不是，你就说说他们分别都是创作什么样的内容吧。日
本的 YouTube Shorts 创作者当中，比较受欢迎的内容类型有很多，比如一些创作者会专注于搞笑和恶作剧类型的短片，还有一些会分享生活小窍门、美食制作过程以及宠物的可爱日常等等。也有一些创作者会专注于分享旅行见闻、流行舞蹈以及一些创意手工或者 DIY 项目。总之这些顶尖创作者的内容类型都非常多样化，也都很符合日本观众的口味和喜好。你把那个什么收入前10的日本创作者，你把他们的链接发给我。暂时没有办法直接获取这些创作者的具体链接，不过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一下相关的排行榜，或者通过一些媒体报道来找到这些顶尖创作者。那你把这个排行榜的那个信息给我，你把名字给我也行，不够链接你把名字给我也行，或者你直接把我哪个媒体给的排行榜，你把那个排行榜的链接给我也行。看起来我暂时没法直接获取这些创作者的榜单链接或者具体名单，不过你可以尝试在 YouTube 上搜索一下相关的排行榜，或者查看一些专门报道 YouTube 创作者的媒体，比如 Social Blade 或者类似的平台，这样就能更方便的找到你想要的信息了。好嘞，那你把这个你刚才说那个看那个媒体的平台的链接给我吧，就是什么说托贝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啊，你给我吧。看起来我这边暂时没办法直接给你提供这些链接，不过你可以试着在搜索引擎或者 YouTube 上。好了。好的，おやすみ。晚安，祝你有个好梦。如果还有什么需要，随时再聊哦。